唐嫣故意报复杨紫。唐嫣是为了讨好杨紫之前合作过的一个品牌。此前传出唐嫣和杨紫追剧的绯闻，人们开始猜测唐嫣是不是有意报复杨紫。唐嫣和杨紫接触不多，可能是因为有些人说他们事后2年的傻白甜2个时代的冠军，后来又有了是一些相关的主题。追了22年的电视剧资产完结看了一眼，不得不说他们2个被项目组牵着鼻子走了。既然大家都是牺牲品，那还有什么还手之力呢？对于唐嫣为何上前联系杨紫之前参与的业务，解释的也非常直白，也就是说，她确实显得没有底气，而且她现在手里已经握着一个危险的烙印，她正在再次弥补失去的时间。接触这种危险的烙印，对于个人来说，实在是难以理解。虽然说大牌需要一些奢侈品牌，但假设他们对这些品牌已经筋疲力尽，我担心最后的影响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杨紫无处不在的原因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现在无法休养，与这些风险品牌的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解释。唐嫣的校对连个假设都没有，我可以说我相信杨紫未来会接管业务，而不是漫无目的。杨紫获最佳艺人配角，一袭白色雪纺裙现身，太可爱了。在任何荣誉活动中，不仅是对明星演技的肯定，也是他们展示设计参与度的场所。尤其是爱美的女明星，更会在众人面前展示她们一般可爱的一面。精致的连衣裙和高跟鞋成为标配的褶边，丰富又耀眼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荣誉服务了，更像是一场视觉盛宴，也都很吸引人。9月25日，灿烂及百花齐放候选人答谢会圆满举行，众多女明星更是换上艳丽的礼服现身，着实点燃了众人的目光。尤其是现身锦鸡百花选拔鼓掌会的杨紫，获得了最佳艺人配角的评选，一身白色雪纺长裙更是仙气十足。这条裙子尽显杨紫精致的气质，洋溢着活泼俏皮的气质，又不失少年感，甜美可人。杨紫在大家眼里已经不陌生了。在饰演小雪的时候，她之前就凭借着甜美的画面吸引了不少粉丝的关注。毕业后进入影视圈的杨紫，展现了天生的演技，穿衣打扮也越来越时尚优雅，在时尚圈也占有一席之地。尤其是杨紫这张青春可爱的照片，一身白色的连衣裙与她的气质和画面显得格外稳重，透着一股甜甜的傻气。说起杨紫的这身白裙，不得不承认这次挑选的雪纺连衣裙非常优雅，精致的表面不仅佩戴舒适，而且精致。此外，白色给人一种新颖、精致的设计感，充满了青春的童趣气息，却又格外不褪色。朴素的单品连衣裙虽然给人一种沉闷的视觉感，但经过合身的设计，却让人感觉好多了，也让杨紫看起来更有女人味。裙子在领口设计上投入了一部分精力，加入重叠部分，并采用交叉重叠的设计手法，使领口结构成为弯曲的，既不失女人味，又不失精致个性。最主要的是颈部的褶皱效果，可以大大减少白色的沉闷感。杨紫的脖子和锁骨都展现得无可挑剔，火辣淑女又不犯规，好看又妖娆。更重要的是，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地方，就是袖子。白色雪纺的自由袖子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，仅通过7分柔口的规划，杨紫就显得完美无瑕，同时衬托出纤细的手臂，更加的艳丽。回到杨紫穿的白色雪纺裙，虽然这条裙子没有添加任何装饰，也没有通过剪裁改变形状，光是利用表面的质感和擦的长度，杨紫肯定分外妖娆。尤其是搭配裸粉色细跟高跟鞋，显得身材更显高挑的同时也更加不协调。此外，裸粉色高跟鞋的搭配丝毫没有影响整体的造型效果，实则给杨紫注入了一丝傻傻的快感，着实令人惊叹。对于小孩子，理发不应该过于混乱。杨紫的披风长发整体上和她的年龄和穿衣风格很相配，它是基本的，但甜美而自由。基础的侧发髻刘海处理，同样进一步衬托出了杨紫的甜美气质，脸型也被改得更加无可挑剔。大红菇和首饰的点缀，基本上是造型的最后一个小细节，照亮了整条白裙子，脆弱至极。03，肖战是2022年第10个全球设计符号，
粉丝不举报，坐立不安，伤害路人。恭喜我们的帅哥肖战！继肖战成为推特全球设计热门话题人物的主力华人后，肖战获得2022年第9届年度全球风尚偶像，成为第13届2022年全球面孔。不得不说，肖战的设计影响力和世界影响力着实令人震惊。2022年，除了拍摄、走秀和重要的商业活动，肖战的平静至今不能放松。我几乎没有参加任何大范围的演习，更不用说出现在戏剧表演中了。反正这并不影响先进的重量级赞誉赚到他的手上。肖战和他的粉丝在一片赞誉声中非常安静，这让路人无比的不安。几名路人议论道，如果是其他本土的娱乐机构，他们可能已经收购了一些热门项目，来自不同背景的推广账户和巨星应该幸灾乐祸。只是这个组织充满了混乱，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吹它，它使人们发出杂音。还有人说，肖战现在的地位和世界大咖差不多，本土娱乐男星想要超越他实在是太难了。几个路人说，这让那些吹牛的人怎么会这么丢人？粉丝回答，主奢生疏卡点官宣，名副其实的世界印象，主打品牌笔记，尽职尽责的工匠杂志是什么？有网友补充，肖战的大片地域绝对不是义务免费商店，但一次真正的全球传播。香港被他的领土覆盖，这是这个星球上最昂贵的里程碑，比伦敦西区要昂贵得多。肖战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是，每次获得全球影响力的殊荣，肖战的粉丝都能在别人对他施压后做出回应。肖战没有权威的粉丝群，所有的能量都来自源源不断的免费粉末。既然没有人统筹引导，粉丝宣言无疑是建立在崇拜之上的。肖战的一大堆一线消息来自不同的机构，或者好歹是炫耀账号，听上去真是惨不忍睹。幸运的是，帅哥可以选择为自己而战，带着这些奢华的爱情和友情，他一路走到了很多人都无法到达的地方。肖战跨界闯荡世界还在进行中。04神雕侠侣剧照曝光，颜值真高。网友认为梅超风最可爱。近来变化的态势可以说是每况愈下，更加可怕。尤其是金庸武侠剧已经成为改造的重灾区。张一山2020年播出的《鹿鼎记》豆瓣评分3.2，成为史上降分最多的变种点。而且还有将于荣光2021年播出的《神蛇8部形态》豆瓣评分3.4，同样打破了《神蛇8部》改版的最低分。一部又一部的改头换面已经走红，让观众越来越不喜欢这种电视剧，但超高的人气和超高的收益率却让无数大佬趋之若鹜。前段时间俄加工厂针对《神雕侠侣》设立了一个任务：金庸肉搏宇宙东毒西毒，南军北顺华山假说剑，九阴圣文铁血与心。这些引人瞩目的发展，平日里牵动着无数网友的心。尽管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进，但内容不应该试图推出过多的改进。但与此相反，观众更加关注演员阵容。《神雕侠侣》目前正在热播中，演员阵容也已经确定。周一围饰演黄药师，高伟光饰演欧阳锋，陈都灵饰演冯恒，何润东饰演段志行，明道饰演洪七，孟子义饰演梅超风，季莎饰演郭靖吴冕峰，分两部。同时鲍善恩饰演黄蓉。从演员阵容来看，《神雕侠侣》堪称顶级选秀阵容。它具有青春活力 FA 艺人加盟，还拥有实力雄厚的老戏骨，这样的阵容还是值得期待的。随着新剧的开播，艺人的工作剧照也不断被曝光。周一围和高伟光很快就被发现了。高伟光的颜值高的离谱，而高伟光超凡脱俗的颜值也非常符合欧阳锋的整体人设，堪称最有魅力的欧阳锋。周一围饰演的黄药师让人惊艳。第一部里的黄药师可以说是小仙女，周一围那一副油光满面的样子格外精神。这种坚实的差异化是不可避免的。一些担忧。近日，随着南军北流的上映，明道的洪七公和何润东的段志航剧照曝光，变成了今天的油头大叔，体重暴涨，油腻腻。不管怎么说，要说最受关注的艺人，一定是饰演梅超风的孟子义了。孟子早年出演过《神雕侠侣》，这次出演梅超风多少有些出人意料。
从曝光的剧照来看，孟子义饰演的梅超风魅力十足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梅超风是凶残、邪恶、可怕的，所以影视剧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被诟病的。看完孟姐饰演的梅超风，第一感觉就是颜值高。她一身深色妆容，将梅超风黑化后的画面完美展现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这是最华丽的梅超风，让人期待。尽管孟子怡的粉丝评价褒贬不一，但不得不说她的古装还是很赞的。江夜中的叶红鱼、陈情令中的霞光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孟子对于合奏剧来说，还是很有道理的。综上所述，就目前曝光的《神雕侠侣》一人剧照来看，既令人震惊，又让人唏嘘。考虑到最近改版的不幸状况，《神雕侠侣》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是一块强调。